好呀好呀，妈妈说话要算话哦，不能骗我们。战牧尘兴奋地道。海童笑着，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爸爸也是在忙，只要答应过带你们去哪里玩，都会做到的。有了儿女后，夫妻俩都将孩子放在第一位，事业放在第二位。战氏集团虽说偶尔会有项目投资失败的，整体来看还是好的。相较于其他大公司来说，则是很好了。老太太将孙子们个个都培养成才，不指望他们将战氏集团推到更高峰，至少要守得住。目前来说，老太太是很成功的。战氏集团交到孙子辈手里后，比在儿子辈更上一层楼。曾孙辈若是培养好，那么战氏家族还能做好多年的管城首富之位呢。战牧尘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小伙伴们。贝贝忽然放下了手里的小鱼兜，走过来叫喊着妈妈抱。海童只得抱起了他，回到老太太身边。还有一张空椅子，他便在那张空椅子坐下来。老太太问着曾孙女，贝贝不去抓鱼了吗？贝贝窝在妈妈的怀里打了个呵欠，说道，困困，这是玩累了想睡觉。老太太伸手轻捏着曾孙女的脸，贝贝跟妈妈回去休息。贝贝摇头，她是困了，但又不想离开，这里好热闹。小孩子就喜欢热闹。他在妈妈怀里抬头问道，哥哥去玩？妈妈和哥哥说这个周末带你们去海边住2天，带你们赶海。甭管贝贝听不听得懂，他只知道是要出去玩，顿时要求我也要去。海童笑，一着急，咱们贝贝都能说几个字的话了。带哥哥们去，当然也要带你去，不可能将你扔在家里的。他又对老太太说道，奶奶要不要跟着一起去散散心？老人家也很久没有出过门了，天天都待在山庄里，哪怕有人陪着他说话，还是有点无聊的。你们不嫌带着奶奶麻烦，奶奶当然想跟着去。奶奶都好久没有去过海边度假了，10年前奶奶都还能下海游泳呢，现在就没有那么好的体力了。老了呀，想不服老都不行，哪怕很注意养生，也还是会有些老人病。还好他看得开，都活到90岁了，哪怕明天就死，他也想够了轻浮。海童笑着，奶奶说哪里话，我们当然不会嫌奶奶麻烦，今晚等战印回来，我就跟他说周5晚上我们就出发，周日晚上回来。他们大人周一要上班，小孩子倒是可以多玩几天，但他们都上班后，留下小孩子在那里，怕老人家看顾不过来。小家伙们并不怕老人家，老人家溺爱着他们。用战印兄弟们说的话，隔辈亲非常明显。他们小时候做错点事，父母都会批评，轮到孙子做错事，当爷爷奶奶的一句批评的话都舍不得说。他们教育孩子时，长辈还在一旁瞪他们。好，在海童和老太太说话间，贝贝已经睡着了。妞妞一个人在那里捞鱼，也觉得没意思了。她站起来，四处张望，没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，而大哥哥又在河里玩得不亦乐乎。他很快就走到海童的跟前，小姨，妞妞也要抱吧？好，小姨抱咱们妞妞。海童腾出一只手抱起了外甥女。贝贝睡了？是呀，妹妹睡着了。妞妞困吗？要不要睡？小姨带你回去睡好不好？妞妞却望向在溪水里游泳的哥哥，说道，小姨，我要大哥哥。海童扭头看了看后，那小姨叫你哥哥起来。他也玩了一会儿。洋洋，宝宝，你们玩太久了，起来了。妞妞要你抱。洋洋本不想起来的，他玩得正起劲儿呢，想跟小姨说再玩会儿的。听到小姨说妹妹要他抱，他马上就往岸边游过来。保姆们开始叫喊着自己照顾的小主人上来，大的几个带头了，小的那些便跟着起来。保姆们忙上前去，用大毛巾包住小家伙们，迅速帮他们换上干爽的衣服。老太太说，海童，你应该晚点回来的，瞧，你一回来，他们没玩多久就被你叫起来了。
海童笑道，看他们一个个手脚泡得泛白了，那是玩水太久所致，奶奶就是纵着他们。他敢说这帮化骨龙已经玩了1个多小时了，也就是洋洋回来的晚，只玩了会儿。老太太咪咪的笑，他们想玩，就让他们玩个够，就不会偷偷的来玩水了。贝贝给奶奶抱着吧。老太太瞧着妞妞也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，伸手想抱过曾孙女，让保姆抱她。海童不让老人家抱孩子，别看贝贝小，也有点重量的了，抱久了也会手臂酸的。老太太说道，彤彤，你嫌弃奶奶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奶奶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啊？我是体贴你，担心累着你。海童好笑地道，又哄着老祖宗，奶奶，咱们回去吧，回庄里，我陪奶奶散散步。奶奶想吃你做的点心。行，回去我给奶奶做。老太太这才欢喜。海童在心里失笑，都说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奶奶也不例外，果真是老小孩。洋洋走过来，从小姨怀里抱过了妹妹，妞妞立即就搂抱住哥哥的脖子，奶声奶气地说，哥哥，我好想你，你出去玩不带妞妞？哥哥不是出去玩，哥哥去哥哥的爸爸那里吃饭了。小姨，我带妞妞回去，不坐小姨的车子吗？妞妞这么小，走不了那么长的路，从山脚下开车上到山庄门口，感觉不算远，但不行的话又是上山，还是要走20几分钟的。带着小娃娃则要走得更久一点。海阿姨，有我呢，我和洋洋轮流抱着妞妞就行，我们步行上山。龙婷凑过来说道，她长期习武的原因，运动量大，和洋洋一样的年纪，却比洋洋还高半个头。2个少年都这样说了，海童便由着他们步行上山。小孩子也不怕累，他抱着睡着的女儿，让老太太坐他的车上山。老太太说道，我和孩子们一起步行，放心，奶奶走路比他们都快，她老人家几乎天天都步行上下山的，雨后才会让管家开车送她下山，因为雨天路滑，担心她会滑倒。最后只有年纪最小的2个侄儿跟着海童的车回山庄去。与此同时的医院，战月的拍片结果出来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曾小雅看过他的拍片结果后，对战月说道，从战先生的拍片结果来看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可以出院回家休养。战月也就是手上的伤严重一点了，可我觉得我胸骨痛，真的没事吗？战月靠着床头说道，我还是多住几天院，多检查几遍，况且我手上有伤呀，2只手都包着纱巾，经常要换药，出院回家就不好换药了。战浩与兄弟俩就看着床上的老八，曾小雅微弯下腰去，凑近前去看了看战月包扎好的手，说道，手上的伤不算很严重，这药也不是天天都要换的，需要换药时再来医院换也是一样的。战先生入院后就进行了全身的检查，检查结果都是没问题的，不必再做无谓的检查了。曾小雅这话就差直白说让战月出院。顿了顿，曾小雅又说道，战先生若是觉得需要再观察观察，那就住2天院吧。战月说道，我听医生的，住几天院，我是真的觉得胸口痛的。拍片没事的话，就是碰撞导致的疼痛，没有造成内伤，其实擦点药油就好了。但八少爷不想那样做，他就说他不舒服，需要住院。战浩宇走过来，背对着弟弟，面对曾小雅，关心地问，曾医生，我弟弟真没事吗？从他的检查结果来看，没有内伤，外伤也就手上的伤，那回家休养也是可以的吧？曾小雅浅笑着，当然可以。战月在背后拼命扯着自家亲大哥的衣衫，暗示大哥他需要住院，他不出院，回去没有人照顾他，我们工作都很忙，家里的长辈年纪也大了，还是留他在医院住一段时间，直到他手上的伤好了。
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再出院吧。战浩宇话锋一转，满足了弟弟，让弟弟在医院里住着。曾小雅在心里腹诽，主任不是说这几个是战家的少爷吗？战家那么有钱，家里有不少的佣人，还怕没有人照顾？明面上他保持着温和的态度，说道战先生愿意在医院住院到他手上的伤好了，也是可以的。武少走过来问 VIP 病房有空房了吗？帮我弟弟换间病房吧。战月刚送到医院时，没有 VIP 病房了，便住进了2人间。曾小雅笑着，这个需要问一下，我不是很清楚。VIP 病房也不在这层楼，在6楼，6楼和8楼都是 VIP 病房，他只负责这一层楼的住院患者。战月说道，五哥，我就住在这里吧，不必住 VIP 病房了。换了楼层就不是曾小雅管他了，他才不要呢。再看曾小雅，战月觉得这女医生比初见时更好看了。他第一眼看到她，就喜欢她这张显单纯的圆脸，以及那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。她说话带笑，笑容甜美又带给人温暖。曾小雅的五官搭配在一起，看起来是个很有福气的姑娘，还很可爱。战月都有点手痒痒的，想捏一捏她的圆脸呢。他不喜欢瘦巴巴的女人，像曾小雅这种圆润点的，他就喜欢。奶奶说这种女孩子有福气。战宇似笑非笑地瞅着自家老三，真不用换病房？不用，就在这里。那随便你，只要你不嫌吵就行。曾小雅说道，旁边病床是个乖巧的小女娃，不怎么吵闹的。孩子的爸妈说话也是轻声细气的，不会吵着战先生。现在那个小娃娃在外面输着液，小家伙不想躺在床上，要出去走动，他的爸妈就带着他在走廊外面边走动边输液。战月说，没事，我最喜欢的小孩子的了，就住着一个小孩子不吵，我家里侄儿一大堆的更吵呢。一句话他就不换病房，不换楼层，不换医生，就要曾小雅当他的医生。曾小雅笑笑，从主任那里他才知道管城战家人丁特别兴旺，他一直在外地读书，还真没有关注首富家的事，况且与他无关，他关注做什么？在曾小雅的认知里，他们这些普通人很难接触到首富家的人的。首富家的人就算不舒服，也有家庭医生，除非是大病才会来医院，来了医院也是请的专家，不会是他这种刚安排进来的新医生能接手的。这次战月受伤不严重，主任跟他爸是熟悉的，才会安排他负责给战月看病。战先生，你好好休息。谢谢医生。战月道谢。曾小雅说道，战先生客气了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他没有在病房里待多久就走了。战月的视线追着他跑，病房门关上了，战宇伸手在弟弟面前晃了晃，说道，回魂了，人家都走了。二哥曾医生长得真可爱，脸圆圆的，很想掐一把。只有一母同胞的2个亲哥哥在这里，战月便改叫二哥了。要是兄弟9人都在场，他才会按着排序去称呼。你喜欢这样子的？战宇打趣的道，早说吗？早说的话，说不定你已经结束单身。不是所有圆脸的，有点肉肉的女孩子，我都喜欢。曾医生和我眼缘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心里就有个声音在说，就是他了。以往长辈还有兄嫂给他安排相亲，环肥燕瘦都有，他愣是不来电。真不是他挑剔啊，不来电怎么谈下去？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，就不必谈下去，免得女方越陷越深，他回报不了，女方就会受到伤害。所以每次相亲之后，他没有感觉，都是直接拒绝和对方谈下去。战浩宇好笑的道，没想到你出一次车祸，竟然遇到和你眼缘的姑娘，这就是缘分吧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说不定曾医生有男朋友了呢。武少爷说了句，
战月，老天爷应该不会这样对我吧？他好不容易对一个女孩子一见钟情，若是别人家的女朋友，那他还真不能追求人家。